欢迎您收听民间恐怖故事。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呢，是叫做摇椅回魂。每个地方地域和风俗不同，对于丧葬之事都有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不过都大部分大同小异。我们这边呢，要是老人去世，埋葬的当天都会在棺材上捆一只大红公鸡，棺材落地，老人入土之后，那公鸡要带回家的。埋葬的当天晚上，都会叫一些村里的精壮男子和先生，差不多晚上11点的时候，先生开始做法事，然后让请来的男子和去世之人的家里人拿着铁链，敲打着簸箕，带着那只公鸡，先在自家的屋里走上一圈，边走边撒些米，嘴里呢还大声喊着一些话。就这样一直弄到埋葬老人的坟山上。弄完之后，家人还要煮那只大公鸡来招待众人，让先生来吃鸡头。这就是我们这里民间所说的撵鬼。撵鬼啊，其实就是为了清理家里，毕竟家里的屋子老人生前生活过，多少留有些老人的气息。老人下葬了，就要清理清理家里，就算让家里能够变得干净点，活人的内心也能够得到一些安慰，而不至于被吓到。在农村啊，大多数的撵鬼都还算正常，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也就是走一个过程。可我小时候的一次撵鬼让我很难忘记，时不时的还会想起来。到现在我也一直在问自己，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记得10岁那年，村里的一个老太太去世了。老太太去世的时候96岁，之前算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了，所以葬礼办得很是体面，全村的人都去了。父母怕我一个人在家害怕，于是就将我带了去。晚上9点多的时候开始撵鬼了，事先准备好了捆扎棺材上的大红公鸡、粗铁链、柳树枝、杀猪刀、1碗白米和农村用的簸箕。关于撵鬼，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了，这以前遇到这样的事儿，大人都让小孩子避开，怕被吓到。可是那天晚上，父母忙着帮忙，也就没有管我。于是呢，我就躲在后边观看了起来。只见先生用刀子在棺材鸡的脖子上划了一下，就看见鸡脖子上开始滴血，可那鸡却还活生生的。那边村里的精壮男子们都各自拿着事先准备好的东西，跟着先生，手里敲打着簸箕，抖动着铁链，嘴里喊着话，就开始绕着老人待过的屋子走一圈。那天晚上一切都顺利地进行着，可是当人们走到院里西边的一个角落时，男人们打算到老太太生前最喜欢坐着晒太阳的摇椅周围走上一圈的时候，忽然滴了不少血快奄奄一息的大公鸡一下子发出了凄厉的嘶鸣声。当时事发太突然了，人们都被吓了一大跳。只见那公鸡掉在地上，一边凄厉地嘶叫着，一边不断地挣扎着。这时候，那老太太家养了多年的狗也突然对着角落里的摇椅叫了起来。这还不算完，那老太太家的狗一叫，整个村子剩下的狗也都跟着叫了起来。这时候啊，也不知道从哪儿跑来的3只大狗绕着摇椅周围不断的狂吠，但又好像害怕什么东西一样，边狂叫着边往后退。那公鸡也愈加挣扎的厉害。情况突然的出现，
人们都没有反应过来呢。过了3、4分钟，人们这才回过神来，男人们连忙上去赶走了几只狗。这时，那摇椅竟然自己动了起来，就好像有人坐在上面摇动一般，咯吱咯吱的声响弄得人们心里直发毛。那几只被踢跑了的狗忽然又冲了出来，离着摇椅1米多远，更加激烈的狂吠。公鸡呢，也长长的嘶叫了一声，躺在地上没了动静。老太太的摇椅正好摆放在屋檐下，刚好屋檐上挂着一盏灯，有点发黄的灯光就那样照在了摇椅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那咯吱咯吱晃动的摇椅，大家心里都慌了。娘啊，你要是有了什么没了的心愿，可以给我托梦，你走了就走了，就不要再吓家里人了。老太太的儿子一下子跪在地上哭着说道。这没想到话音刚落，那摇椅竟然自动停止了摇晃。这几只狗啊也渐渐的不叫了，最后都走开了。村里人们都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家人从屋里端出了一个火盆，嘴里边说边烧起了一沓沓的黄纸，随后点了香，分发给了撵鬼的男人们。男人们都给老太太烧了纸，上了香。可奇怪的是，那些插在摇椅前香炉里的香竟然一亮一灭地闪了几秒钟，随后也就恢复了平静。后来父亲让母亲带着我回了家。几年后，偶然和家里说起那天晚上的事儿，母亲告诉我说，后来那老太太的儿子第2天晚上就真的梦到了老太太。老太太说自己做了很多的摇椅，让儿子拿去卖来换些钱补贴家用。老太太儿子又对家人们说了，家人们都说梦是反的，于是赶紧将老太太的摇椅拿到了坟前烧了。后来啊，那人家倒也还顺利，什么事儿也都没发生过。好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如果你有类似的灵异恐怖故事，欢迎私信，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多多评论，多多交流。订阅关注别忘了。晚安。